为抢修故障设备，我连夜加班坚守到深夜。次日上班仅迟到短短2分钟，厂长却当着全场数百工友的面狠心扣除我10万年终奖。心寒之下，我彻底心灰意冷。每日上班掐着最后1秒打卡到岗，下班铃声一响便立刻停工离开。万万没想到，仅仅7天过后，往日正常运转的工厂彻底停工，陷入全面瘫痪。纪律是什么？纪律就是企业的生命线。如果连上下班时间都守不住，还谈什么责任？谈什么效率？谈什么发展？13，等下厂长要是点你，我替你解释。昨晚 A8 的事儿，我能证明。他不是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技术部高级工程师庄必凡，今天早上迟到2分钟。他昨晚不是加班到凌晨吗？2分钟也要当众点名？安静！有些人仗着自己懂点技术，就觉得厂里离了他不转，无组织无纪律，把厂规当耳旁风。按照厂里最新劳动纪律规定，迟到1分钟扣5万，迟到2分钟扣除庄必凡本年度全部年终奖，共计10万元，以儆效尤。10万？就迟到2分钟？这不是拿庄工开刀吗？厂长，庄工昨晚是为了抢修 A8 生产线，才加班到凌晨4点，这事我可以证明。李主任，我问你了吗？庄必凡，你自己说，你有没有迟到？迟到了。迟到了多久？2分钟。那就上来签字确认。13，再这么骗下去，明早德国客户那批货全得废。不是硬件坏了，是 K 系数补偿飘了。能调回来吗？能，但要重算补偿曲线。顺利的话，3个小时。A8 是厂里最贵的设备，也是师傅退休前亲手交给我的生产线。这些年，他每一次差点停摆，都是我在下班后、周末、凌晨把他一点点拉回来。稳了，真稳了。13，又是你救了一次。你手都划破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明天晚点来，我给你证明。不用，早上冷机启动，我还得再看一遍。我知道，想让我争，想让我闹，想让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失态。可真正的反击，从来不是靠喊出来的。制度面前，人人平等。签吧。10万，那是我1年加过的班，熬过的夜，救过的设备，挡过的事故。你没什么要说的？没有。记住，厂里不缺你一个人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争辩，签完字就准备回到车间办公室里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却依旧有人蹬鼻子上脸。有些人真把自己当厂里的定海神针了，迟到就是迟到，装什么清高？这人是杨林，他是楚生的外甥，新来的工程师，图纸看不明白，马屁却拍得很响。这种人并不值得我解释。从今天开始，大家都按规矩来。13，今天这事儿是我对不住你，昨晚是我喊你来的，结果让你背了锅，跟你没关系。厂长太过分了。A8 要不是你，今天根本开不了机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严格遵守厂规。庄工，那 A8 早上的预热检查怎么办？手册写得很清楚，设备开机前检查应在正式工作时间内完成。可你以前都是7点半就弄好了。以前是以前，你要真这么做 ，A8 会出事了。机器不会因为我准点上班出事，会出事是因为厂里把我的额外付出当成了标准流程。说的真吓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 A8 是你家祖传的。你这么懂，可以多负责一点。负责就负责，别以为厂里离了你真不行。好，很快时间就来到了5点。往日最后离开工厂的我，今天竟直接准时打卡下班。一旁的技术部员工小丁见状，都投来了诧异的目光。庄工，你今天真走啊？下班了。A8 昨晚刚调过，今晚不盯一下运行数据吗？有加班审批吗？没有。那就明天看。夜班要是遇到问题，未必处理得了。按应急流程，需要我支援就走审批。庄大工程师今天准点下班，不会真因为奖金被扣开始摆烂了吧？准时下班是摆烂，你知道我什么意思？
不知道。我没再理会杨林，径直朝厂门口走去。身后他的脸色有多难看，我不用回头也猜得到。到了门岗，我拿出工牌，第一次在下班铃响后的同1分钟准时刷了卡。下班打卡成功。以前我总以为只要我多扛一点，生产线就能稳一点。可从今天开始，我只做制度上写着该我做的事儿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到场，而是踩着8点的上班时间准时刷卡进门。以往这个时候 ，A8 早就被我预热完毕，关键参数也已经校准到安全区间。可今天我刚换好工服走进车间 ，A8 设备深处就突然传来一道刺耳的异响，下一秒，红色警报灯猛地亮起，尖锐的报警声瞬间撕开了整个车间的安静。李主任 ，A8 报警，机械仪定位失败，停线，马上抽检。表面划痕，边缘拉伤，这批全部合格。以前早上不是一直好好的吗？以前装工7点半就来调好了。13，什么问题4副程电机热补偿没完成，冷机状态直接跑高精重件，定位肯定偏。那以前怎么没出过？因为以前我提前来了。一大早就出事故，谁负责？厂长 ，A8 一直是庄必凡负责的，肯定是他没提前检查。庄必凡，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做好开机检查？规范第2条，开机前检查属于岗位工作内容，应在正式工作时间内完成。现在8点12分，我正在按流程检查。你给我抠字眼儿！我在遵守制度。书生，你昨天用规则抽了我一鞭子，现在这鞭子该换方向了。不就是热补偿参数吗？我来。你能处理？厂长放心，年轻人就该敢担当。好了，不错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庄工，看见了吗 ？A8 没你说的那么神。我没搭理他，只是默默看向传送带上新出来的产品，表面的划痕确实没有了，可产品边缘却多出了一圈极细的毛刺。这种毛刺肉眼很难看清，但只要进了高精度质检仪，这批货依然是废品。但我却没有说破，只是在质点表上写下记录。机器不会当场反驳一个蠢人，它只会把错误藏进数据里，然后在最后的时候爆出来。不是说设备已经恢复了吗？为什么还会不合格？报警是消了，但产品边缘毛刺超标，德国客户那边的精密检测一定过不了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把故障处理好了。处理报警不等于处理问题。这是热补偿参数拉过头了，机械臂轨迹偏了半个点儿。损失多少？600件直接报废，其余全部返工，初步损失37万。杨林，厂长，我也是为了厂里解决问题，要不是庄必明故意不提前调试，根本不会出这事儿。庄必凡，你早就看出问题了。我看到产品有毛刺，那你为什么不说？因为当时设备是杨工调的，你也说了，厂里不缺我一个人。你就是故意看我出丑！我只是尊重你的负责权。够了，今天晚上技术部全部留下，把 A8 稳定住。可以，请厂里发加班审批，注明加班内容、时长和加班费标准。你还跟我谈加班费？迟到2分钟扣10万的时候，您讲的是规则，现在安排加班，当然也要规则。庄必仪，你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？我眼里有厂规，也有法律。楚生最喜欢把规则挂在嘴边，可他想要的规则是只准他罚别人，不准别人保护自己。好，你要规则是吧？白天的工作你必须一项不少给我完成，岗位职责内的我都会完成。李主任，核心压力传感器到年度校准时间了，以前都是庄工调，今天还调吗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我做。而我庄13没有像以前一样直接上手，而是从工具柜里拿出拿物压力传感器标准流程手册，按照手册里的流程校准核心压力传感器。庄工，这个你不是闭着眼都能调吗？还看手册？
现在按标准流程来。一个传感器，你测3遍，故意拖时间吧？手册要求3次度数，取平均值。以前你10几分钟就调完了。以前是经验操作，现在是按章办事。很多场不是没有流程，只是所有人都习惯了让我跳过流程，替他们节省时间，也替他们承担风险。很快，时间从下午3点来到了4点59分，我当即收拾好手里的工具，准备准点下班。李主任看见这一幕，当场就急了。庄工，先把数据保存了再走，就2分钟。手册第7页，校准中断后必须重新开始。下班后未经审批，不得操作精密仪器。明天早上产线要开呀，那就请厂里现在发加班审批。没有审批，我下班。13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可 A8 真不能这么拖，那是你师傅的心血。李主任，我没有拖。可是以前你不会这样。以前我以为，只要我多扛一点，产线就能稳一点，大家日子也好过一点。可楚生告诉我，这些都不算，制度上没写的就不值钱。我不是不在乎 A8，正因为在乎，我才要让那些拿它当权力工具的人先知道疼。废品率15%，上午不是才出了问题吗？怎么晚上更严重了？核心压力传感器校准没完成，低速跑还勉强，高速生产肯定不稳。庄13呢？他为什么不做完？下班了，没有加班审批。他这是消极怠工。对，他明明会，就是不干，他就是故意报复厂里。他今天每一步都是按手册做的，一项没错。李主任，你到底站哪边？我站生产线这边。庄13不做，你来。你不是说 A8 没那么神吗？今晚把传感器校准完。厂长，这个传感器涉及压力反馈闭环，最好还是让庄工。厂里不缺他一个人。行，我来。杨工，手册上说要先清零，再升压到8兆帕，等压力稳定3分钟。我看见了，用你教。杨工，压力变动有点大，正常，正常。进口设备就这样，娇气。杨工，不能再升速了，现在停下来，厂长怎么看我？坏了，又不合格。先别报，让我再调一下。昨晚夜班生产3000件，废品率15.8%，压力边缘变形，全部不能交付。你昨晚怎么调的？厂长，我是按手册调的，可能是庄13以前改过底层参数，所以设备才不稳定。杨林，你别什么都往庄工身上推。你昨晚跳过了压力稳定等待，记录表上写的清清楚楚。你血口喷人！系统操作日志也有记录，21点46分，你手动覆盖了稳定等待步骤。杨林的脸色彻底僵了，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憋不出来。楚生盯着报告上那串刺眼的废品率，罕见的没有立刻骂人。我知道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这不是扣我10万年终奖就能压下去的小事。他压下去的，也不是一个员工的脾气，而是整条 A8 生产线真正的稳定性。从今天开始，技术部进入战时状态，所有人主动加班，必须把产能追回来。庄必凡，你是厂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，必须带头。可以，请厂里先补发昨天和前天的加班审批，并明确今晚的加班工资。你还跟我谈钱？不是谈钱，是讲规则。迟到2分钟扣10万是规则，下班后加班要审批，要加班费也是规则。厂长，您不能只在处罚员工的时候讲制度，在需要员工奉献的时候讲情怀。好，你不是喜欢按流程吗？那我给你一个流程内的任务。
明天早上8点前，我要一份 A8 全线生产工艺优化报告，涵盖设备、人员、质检、能耗、故障预案。写不出来就是能力不足，写不好就是消极怠工。一晚上写全线报告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厂长，这种报告至少要1周数据分析。我没问你。可以。你确定？明天8点，我交。这回看你怎么按规矩。书生，你终于开始犯真正的大错了。庄公不会真熬了一晚上吧？这种报告一晚上怎么可能写完？写不完，楚生肯定拿这个做文章。高级工程师嘛，能者多劳。昨天不是挺会讲规则吗？今天就看看他有多大本事。就这么薄？报告写完了。2页纸也叫全线优化报告？庄必凡，你糊弄谁呢？你最好先看完。13，你这是根因报告，比对废话有用。第1条，立即停止无资质人员接触 A8 核心参数。第2条，追溯近3日所有人工覆盖操作日站，锁定责任人。庄13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这就是你交的报告。我要的是全线工艺优化报告，不是让你写检举信。是，报告里每一条都有数据支撑。这里有 A8 近3天操作日记，杨林2次手动覆盖稳定等待流程，1次强行修改热补偿参数，每一次操作后废品率都明显上升。厂长，他断章取义，设备本来就有问题，我只是临时处理。临时处理不等于无证修改核心参数。你明明在现场，你为什么不阻止？你说厂里离了我照样赚，楚厂长也说厂里不缺我一个人。庄必凡，你现在是在指责我的管理？我是在分析故障根因。你这份报告里句句都在影射我用人不当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如果事实让您觉得被影射，那问题不在报告。庄必凡！这一刻，他终于不装了。你别以为自己懂点技术，厂里就拿你没办法。再这样消极怠工，破坏团结，我马上开除你！然而我没有被他的威胁吓住，只是垂在身侧的手指轻轻按了一下手机侧键，屏幕依旧暗着，但录音已经开始了。厂长，您要因为我提交故障分析报告开除我？少给我扣帽子！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消极怠工。那请您出具书面处理意见。你以为我不敢？我只是需要证据。庄必人近期工作态度恶劣，多次拒绝配合生产安排，造成 A8 产线重大损失。厂里决定对他进行停职处理。厂长 ，A8 损失不是庄工造成的，操作日志很清楚，是杨林。李主任，你也想替他担责？庄必凡，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承认工作失误，写检查，今晚留下来无条件恢复 A8， 我可以暂时不追究。我拒绝。大家都看见了吧？他就是故意跟厂里对着干。请问，停职依据是什么？这个，厂长说你不服从工作安排。安排加班，有审批吗？有加班费方案吗？有书面任务边界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我拒绝的是违规安排，不是不服从管理。你倒是挺会狡辩。是不是狡辩？听完再说。再这样消极怠工，破坏团结，我马上开除你！你录音，保护自己，你这是偷录！我录的是和我本人有关的劳动争议内容，您可以让集团法务判断能不能用。这份报告、操作日志、会议录音，我都可以发给集团审计。
和劳动监察部门。13，你这一下算是彻底把楚生得罪死了。他扣我10万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没和气可讲了。庄公，刚才太解气了，他脸都白了。解气没用 ，A8还没稳，楚生也不会收手。他还能怎么折腾？急着证明自己的人，只会找一个看起来更厉害的替代品。他会找外援。反了！一个工程师敢拿录音威胁我！厂长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是真闹到集团，咱们不好解释。还不是因为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您找谁？钱海，省内有名的技术专家，以前在德瑞自动化干过，专修进口设备。我就不信一个庄13还能比外面的专家厉害。钱公，我是江海精工的楚生。对 ，A8 产线有点小问题，想请你过来看看。价格好说，只要能把设备稳住。等钱公来了，我看你还拿什么摆架子？厂里聘请省城专家钱海担任 A8 产线技术顾问，明天到场。钱海这个人我听过，名气挺大，收费也高。名气大不代表能看懂 A8。庄公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这么确定？因为 A8 最核心的东西不在说明书里。他们以为请来一个高价专家就能替代我，可他们不知道 A8 真正值钱的部分是我和师傅一点点写进去的。钱公，欢迎入局。第二天上午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就停在了厂房门口。钱海拎着进口工具箱下车，脸上带着不加掩饰的傲气。楚生带着杨林迎上去，笑得格外热情。钱公，您可算来了 ，A8 这条线就指望您了。德系设备我见得多，说白了就是控制逻辑僵，不适合国内工厂节奏。钱公一看就是行家，不像某些人把一台机器说得神乎其神。你就是庄必凡？是。听说这条线以前主要是你维护？对。年轻人，设备维护不能靠经验主义。现在讲的是系统化、标准化、模块化。希望钱公能教教我。真正懂设备的人，不会一进门就急着证明自己懂。只有心里没底的人，才需要先把别人踩下去。先看主控程序。进口设备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原厂参数，不适配本地工况。钱公，只要能恢复产能，您怎么改都行。A8 的核心参数不能直接改。年轻人，别把自己写的东西看得太重，程序就是程序，找准接口，没有不能改的。庄公，听见没？这才叫专业。钱海没有再说话，继续坐在控制台前操作。很快，屏幕上跳出一大片核心代码和注释。刚才还满脸轻松的钱海，表情一点点凝住了，因为那些注释既不是标准英文，也不是普通中文，而是一串夹杂着缩写、符号和老式工艺代号的内部标记。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注注？维护注释，谁写的？我和我师傅。不规范，但是能跑。SS 模块？什么 SS 模块？设备说明书里有这个吗？没有，原厂说明书里没写。庄必凡，这是什么东西 ？A8 节能补偿模块，说明书里没有，是不是你私自加的？是我开发的。庄必凡，谁允许你在厂里设备上私自加模块？3年前 ，A8 无法满足德国博士那批定制件的能耗和精度要求，是集团技术部批准我做2次开发。批准文件呢？这里。这个 SS 模块全名是什么？13节能补偿系统 ，SS 是我名字的缩写。你还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模块让 A8 能耗下降12%，定位稳定性提高37%。德国客户当年就是因为这套模块，才把订单放在江海精工。就算是你开发的，那也是在厂里设备上开发，成果就属于工厂。
不完全是。SS 模块的软件著作权和核心算法专利在我个人名下，工厂只有免费使用授权。个人名下？这不可能吧？厂里的设备怎么会有你的专利？因为当年厂里没人愿意为这个项目担责，申请费、测试费、外部验证资料都是我自己出的。有些东西我不是没说，只是以前我觉得只要产线稳定，署名是谁没那么重要。现在看来，我幸好没那么大方。德国博士那边发来邮件，催要 SS 模块最近3个月运行数据。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模块？邮件里说 SS 模块是他们评估是否追加订换的关键指标，要求今天下午5点前回复。钱工，这个数据你能导出来吗？如果有高级权限，理论上可以；没有权限呢？那就需要模块开发者授权。庄必凡，把授权打开。现在是工作安排吗？当然是。楚生被我气得脸色发紫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迟到2分钟要扣10万，个人专利授权当然也要按规则来。而这时的杨林低着头不敢说话，钱海看我的眼神也已经没有刚才的轻慢。庄工，现在客户催得急，能不能先把数据导出来，别把事情闹大。钱工不是说找准接口没有不能改的，你可以试试。钱海被我怼得哑口无言，可他显然并不服气。他重新回到 A8 控制台前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绕过 SS 模块的授权接口，直接读取底层运行数据。而我只是站在几步之外，神情平静地看着他。庄工，他这样不会出事吧？看他改到哪一步。真会出事儿。如果他只是读数据，没事；如果他想绕接口，就有事。钱工，时间不多了。报警了，只是保护提示。说着，他又输入一条指令，而我好心提醒了他一句，他就暴跳如雷。我建议你停手。你别吓唬我。只见下一秒，控制屏变成红色，整条 A8 生产线的运转声戛然而止，车间里所有人都僵住了，楚生也被吓得说不出来话。这是底层锁，能解吗？只见钱海脸色惨白的疯狂翻着手册，可惜原厂手册里根本不可能有这一条，因为 SS 模块从来不是为了坑谁，它是我给 A8 留下的最后一道保险。有人按规矩使用，它就是帮产线减耗提效的节能系统。可一旦有人想暴力绕开授权，强行改动核心逻辑，它就会变成一把锁，把整条生产线牢牢锁死。庄必凡，你能解对不对？能。楚生眼中刚浮起希望，我就回了一句让他更绝望的话。但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明天8点，我会按时上班。我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楚生站在原地，脸色从铁青变成惨白。钱海看着屏幕上的 Error 777，手指都在抖。深夜 ，A8 车间灯火通明，控制屏上红色代码始终没有消失，核心授权确失，生产线保护锁定。钱工，你不是说能处理进口设备吗？这都3个小时了，为什么还没解开？这不是原厂故障，是2次开发模块的底层锁，强行绕过授权接口，系统把核心控制权限封了。那重启呢？重启8次了，有用吗？杨林被怼得不敢说话。现在整条链不能动，夜班全停了。明早德国客户要看进度，我们拿什么交代？给庄13打电话。13，A8 锁死了，你能不能来一趟？现在是下班时间。我知道，可这条线真要完了。有加班审批吗？没有。那明天8点，我按时上班。他这是携机要价。严格说，他确实没违规。闭嘴！第2天早上8点，我准时刷卡上班，刚到办公室就被叫进厂长办公室。楚生坐在办公桌后，眼下发青，显然一夜没睡。您是为了昨天晚上在车间的事吧？坐。不用，您有事直说。昨天的事儿是沟通上有误会 ，A8 现在停着，对厂里影响很大。你先去把它恢复，年终奖我补给你。厂长，到现在你还觉得我只是为了那10万块？那你想怎样？第一，召开全厂大会，
向我公开道歉，承认扣除年终奖处理不当。第二，补发10万年终奖，并撤销处罚记录。第三，从现在开始，设计 SS 模块和 A8 核心系统恢复，我不再以普通员工身份处理，我以独立技术顾问身份提供支持，每小时1万元，费用和责任边写进合同。庄13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你当着几百人的面说我无组织无纪律，扣我10万年终奖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欺人太甚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！这是规则。他终于开始怕了，可惜他怕的不是自己做错，而是怕事情失控。出去！没有你，我照样能让 A8 动起来。祝您顺利。庄13不肯配合，那就绕开他的东西。楚厂长，我不建议这么做。SS 模块和核心控制系统绑定很深，强行绕开风险很大。你不是专家吗？我请你来，不是听你说风险的。如果要绕，只能尝试重装基础控制程序，把2次开发模块剥离。不行 ，A8 的硬件驱动是根据 SS 模块参数深度适配过的，直接剥离，设备可能彻底起不来。你也被庄13吓住了，这不是吓唬。A8 不是普通设备，很多驱动参数都是庄工和原厂一起调的。厂长，庄13就是仗着这个拿捏常理，要是真把他的模块删了，以后就不用看他脸色了。格式化，重装基础程序。楚厂长，真要这么做，必须有书面授权，出了问题，我不承担全部责任。我授权，我负责。完了，13。楚生让前海国式化 A8 系统要删掉 SS 模块，他疯了，那不是把设备往死里弄吗？他真下令了？前海已经开始备份基础程序了，你快去拦一打，再晚就真完了。我现在去，以什么身份来？什么？普通员工，我已经被厂长认定为消极怠工。A8 核心系统，楚生拒绝我的顾问条件，也没签授权协议。庄工，那 A8 真会变砖啊！我知道，我当然心疼。那条线里有师傅的心血，也有我7年的心血。可如果我每次都在最后关头替他们兜底，他们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由他去吧，他会后悔的。楚厂长，我最后提醒一次，这一步不可逆。继续。删干净就好了，没了庄13那套东西，设备还不是照样启动？所有人都盯着屏幕，1秒、2秒、3秒，然而屏幕没有进入系统，而是彻底黑了。库置柜里传来一声沉闷的断电声 ，A8 整条生产线灯光全部熄灭，车间里静得吓人。怎么回事？硬件驱动保护性休眠了，启动啊！启动不了。SS 模块授权丢失后，硬件驱动参数找不到匹配项。系统把主控锁死了，那重装原厂程序呢？这台 A8 做过深度定制，原厂基础程序带不起来现在这套硬件。你不是专家吗？你给我修好，马上修好！楚厂长，是你授权格式化的，操作记录里有你的确认。厂长，德国博士集团发正式函了。说什么？如果3天内工厂无法恢复 A8 生产线，并交付合格样品，博士将单方面终止合作协议，并启动索赔程序。索赔多少？8位数欧元。8位数欧元 ？A8 停机，他还能瞒；交付延期，他还能拖。可德国客户正式索赔函一到，楚生就再也没有退路了。通知所有中高层，车间开会，把德国客户代表也请过来。那庄13呢？也叫来。既然事情压不住，那就把锅全扣到他头上。各位 ，A8 生产线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是管理问题，也不是设备问题，而是有人恶意代工、携机要价，甚至蓄意破坏核心系统。没错，装逼房明明能修，却故意不修，就是为了报复厂长扣他年终奖。楚厂长 ，A8 是你授权国式化的，
操作记录里写的清清楚楚。李主任，你不用替他狡辩。如果不是庄必凡私自在设备里加所谓 SS 模块 ，A8 怎么会锁死？克劳斯先生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这个员工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胁迫工厂，导致生产线瘫痪。庄必凡，因你恶意代工，给工厂造成重大损失，我代表江海进攻正式宣布，你被开除了。这回看你还怎么装！随着他话音落下，保安就要将我带走。就在此时，施耐德却突然开口：“等等，庄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克劳斯先生，3年前我在慕尼黑工业大学旁听过您的线上讲座，您关于高精并生产线节能补偿的观点，让我印象非常深。庄公还给慕尼黑讲过课，德国客户代表叫他老师，不可能。克劳斯先生，您可能误会了，他只是我们厂一个工程师。楚厂长，我刚才没有听错的话，你要开除 SS 模块和 A8 核心补偿系统的专利持有人？克劳斯声音一落，楚生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个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我们博士选择江海精工，不是因为贵厂管理优秀，也不是因为设备原厂配置，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尽职调查时发现，这条 A8 生产线内嵌了庄老师开发的 SS 节能补偿模块。这个模块是我们追加订单的核心技术依据。楚生被这话吓得嘴唇发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一旁的杨林也腿一软，差点站不稳。而我只是在一旁冷静看着，内心发笑。楚生一直以为我只是一个工资高一点的高级工程师，直到现在他才知道，他开除的不是员工，而是这条生产线真正的核心。楚厂长 ，SS 模块专利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，不是历史遗留问题，是我个人专利授权工厂免费使用。我便又拿出证明材料，递给集团代表。这里有软件著作权登记、专利授权通知书、当年集团技术部审批邮件，以及我授权江海精工免费使用 SS 模块的协议。集团代表快速翻看着我的证明材料，脸色越来越沉。都是真的。庄老师，现在 A8 能恢复吗？能。听到我的这句话，楚生眼里瞬间闪过一丝希望。但我刚刚已经被楚厂长开除了。可我紧接着的一句话，又让他脸色骤然一白。全场几百人都听见了，您也听见了，保安也已经过来了。楚厂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然而不等楚生解释，我就先站了出来。如果贵公司还希望 A8 恢复生产，我可以以个人身份提供技术服务。我们愿意和您个人合作，需要什么条件？3个条件。第一，楚生和杨林立刻离开江海精工，我不再和他们共事。凭什么？凭你3次违规操作 A8 核心参数造成重大损失。第二，集团必须就楚生对我的公开羞辱、违法扣馈、恶意停职，向我书面道歉，并支付50万名誉和精神损失赔偿。庄13，你别太过分！你当着全场人扣我10万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过分？第三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以独立技术顾问身份恢复 A8，收费标准每小时1万元，直到产线验收合格。如果贵集团不能接受庄老师的条件，博士将立即启动终止合作程序。我马上联系陈总。庄工，我代表集团为楚生在管理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向你表示歉意。你的3个条件，集团原则上全部同意：50万赔偿金，1个小时内到账，顾问合同由法务立即起草。至于楚生，即刻起解除江海精工厂长职务，停职接受集团审计调查。陈总，我是为了厂里啊，是庄13不配合，才把事情闹成这样。操作记录、录音、邮件格式化授权，集团都已经收到，你还想狡辩什么？杨林，违规操作核心设备，造成重大损失，立即解除劳动关系，后续责任另行追究。陈总，我是听厂长安排的啊。谁让你不会还装会？即刻起，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请出去。随着陈总一声令下，保安很快就将楚生和杨林带了出去。等现场重新安静下来，陈总才把目光落回到我身上。庄工，希望你以大局为重，
尽快帮助工厂恢复生产。后续我会亲自和你详谈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庄公，真能救回来吗？能，只是要先把前宫留下的烂摊子清干净。13，辛苦你了。先别说这些，3号4伏驱动模块准备复位，液压站压力降到8兆倍，高压供电回路重新测一遍。都听庄公指挥。我的话刚说完，车间一下子就忙活开了。小丁直奔电器柜，操作员赶紧检查液压站，李主任更是亲自拿着记录板挨个核对数据。恢复了，系统恢复了。听到这话，车间里压抑许久的气氛瞬间被点燃，而我却没有停，继续输入参数。别急，低速空载3分钟，确认主轴振动值。低速空载启动。升速30%，3号机械仪补偿回半拍。完成。导入 SS 模块，最近3个月运行数据，生成客户验证包。很快，在我的带领下，设备稳定运转，第一批样品也出来了。克劳斯也上前拿起一个检查起来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不敢说话，看着克劳斯。几秒后，终于克劳斯宣布了结果：合格，全项合格，良品率100%。听到这话，车间爆发出掌声和欢呼，而我站在控制台前，看着绿灯亮起，没有笑得太明显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。13，怎么了？不是都合格了吗？主转动轴振动值不对。刚才不是在安全范围内吗？在安全范围内，不代表正常。我调出 A8 过去1年的运行记录，只见屏幕上主转动程振动值从3个月前开始缓慢升高。看这里，它不是突然故障，是一直在异常磨损。可是 A8 才运行不到1年，原厂传动槽设计寿命是20年，怎么会磨这么快？停机，拆轴。停机！维修班过来，拆主传动箱。维修区里，几名维修工合力拆下主转动轴。沉重的轴体被放到检测台上，表面看起来光亮，却有几处肉眼可见的磨损纹路。磨损这么深，这不应该啊！这根轴可是德国原厂铬铂合钢，强度和耐磨性都是最高等级。这颜色不对，拿硬度仪。不可能，原厂固锰苯钢不该是这个硬度。这不是铬锰合金钢，这是普通45号碳钢，表面镀了一层钴，用来冒充原厂品。偷梁换木，这可是主传动轴，高速运转的时候一旦断裂，碎片会直接飞出去，威力不亚于炮弹。这是在拿全车间人的命换钱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楚生毁掉的不只是产线，他差点毁掉的是几十条人命。封存现场，转动条、轴承座、采购包装、安装记录全部贴封条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接触。我来安排。庄工，照片从哪个角度拍？轴体编号、磨损面、硬度测试数据、镀铬层剥落处全拍，原始照片不要修。如果这是假冒部件，博斯必须重新评估安全风险。我理解。楚生、钱海，他们一边把劣质件装上去，一边还敢说是庄工害了产线。把合同、付款记录、验收单都导出来，我马上找财务。一根转动轴原厂价40多万，而一根普通45号碳钢镀铬轴，成本可能连零头都不到，中间的钱去了哪里，不难猜。陈总 ，A8 发现重大安全问题，主转斗头疑似被假冒件替换，对，性质非常严重。
集团视频会议再次接通，陈总听完汇报后，脸色比上午更沉。庄公，你确定这是假冒件？硬度、材质、磨损曲线都不符合原厂参数，我建议送第三方检测，但初步判断已经很明确。博士也会派技术人员复核，如果确认是假冒件，这是重大安全和诚信问题。采购合同显示，楚生批准付款，前海做技术确认，供应商海团自动化是3个月前新进入供应商名录。如果存在以次充好、虚假验收、收受回扣，已经不是内部处分问题。报警，同时冻结楚生、前海相关权限，封存所有采购资料和邮箱记录。审计组下午进场。这根甲轴已经运行3个月，期间多次出现异常震动。如果不是这次停机检修，最多再跑2周，就可能发生断裂事故。那时候车间满负荷生产，旁边至少20多个工人。这已经不是简单为了吃回扣而以次充好、虚假验收的事儿了，而是故意杀人。等待他的不仅是被开除，还有冰冷的铁窗。查到底。下午，楚生拖着行李箱，脸色灰夺的想离开厂区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保安拦住了他。楚厂长，集团审计要求您暂时留厂配合调查。我是厂长，你敢拦我？您已经被停职了。楚生、杨林，请跟我们去会议室。关于海团自动化和 A8 传动轴采购，需要你们说明情况。我不知道什么海签自动化，采购流程都是下面人办的。合同上有你的签字，技术确认人是前海，付款审批走的是你的账号。看来你们知道的不少。庄公，调查初步结果已经出来，楚生前海涉嫌采购造假和收受回扣，集团已经移交公安机关。杨林违规操作设备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，也会追责。集团希望你继续担任 A8 专项技术顾问，费用按之前合同执行。另外，关于你年终奖和赔偿，财务已经全部到账。我看到了。庄老师，博士期待继续和您合作。合作可以，但我要补充一条。你说。以后任何涉及核心设备的改造、采购、维修，都必须经过技术、审计、安全3方确认，不能再让一个不懂技术的人靠权力决定设备生死。同意。那天之后，厂里很多人都说我赢了，可我知道，真正赢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是规则终于不再只是领导手里的鞭子，也是技术和劳动终于被重新放在了该有的位置。劲8运小状态 HS 模块授权有效。楚生，你扣掉的那10万我拿回来了，但你输掉的可不止一个厂长的位置。